各位新老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，收看本期的节目。你可能不敢相信，每天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，有95%的老年人都在慢性自杀。很多长辈觉得，只要坚持早上起来喝杯水，就是在养生。但香港首富李嘉诚的私人健康顾问，却曾道破过一个惊人的真相：水喝不对，不仅不养生，简直就是在喝毒。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。想想看，为什么有些老人天天讲究养生，补品吃了一大堆，心脑血管依然出大问题？真相往往藏在我们每天深信不疑的好习惯里。很多长辈坚信的那些喝水偏方，其实正在悄悄给身体埋下定时炸弹。今天这期内容，我们就来彻底拆解这杯晨起救命水。我会一次性把95%的人每天都在踩的3大喝水雷区给你8个底朝天。你以为能暖胃的滚烫水，你以为能排毒通便的加料水，还有你每天闭着眼睛不假思索就喝下去的盲目水。我会用最通俗的医学常识告诉你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毁掉你的食道、心脏和肠胃的。这不仅是一篇健康科普，更是能帮长辈避开致命隐患的救命指南。现在的你，不妨先在心里回想一下，或者在评论区打出来，你今天早上起床喝的第一口水到底是什么水？加没加东西？是刷牙前喝的，还是刷牙后喝的？我敢打赌，有1半以上的长辈第一步就做错了。在揭晓答案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那些身价千亿、享有全球顶尖医疗资源的香港富豪们，他们早上的第一杯水到底藏着什么长寿密码？作为一名长期的健康与商业观察者，我研究过很多香港老一辈企业家的生活轨迹。大众对顶级富豪的养生总有一种迷思，以为他们每天吃的是天价的冬虫夏草，喝的是千年人参汤，甚至靠什么神秘的长寿药来续命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眼李嘉诚等老一辈商界传奇的早餐桌，你会大失所望。那里没有山珍海味，往往只有一碗清淡的白粥、一碟小菜，以及一杯温度刚刚好的白开水。为什么越是有钱，越是能够调动顶级医疗资源的人，反而越是不相信包治百病的猛药？这其实源于他们骨子里的风险前置思维。这种极度审慎的商业思维，被他完美的平移到了健康管理上。普通人养生喜欢做加法，今天听说吃盐好就加盐，明天听说蜂蜜好就加蜂蜜，总想着立竿见影，药到病除。但在顶级富豪看来，任何复杂的附加动作都意味着风险的成倍增加。最好的养生不是吃昂贵的补品，而是把最微小、最不起眼的日常习惯做到零失误。这杯简简单单的晨起白开水，就是他们健康帝国的基石。因为他们背后的私人医生团队非常清楚，对于60、70岁甚至80、90岁的老年人来说，早晨这短短的2个小时是跨越生死门槛的魔鬼时间。为了搞清楚这杯水的重量，我们必须用现代医学的放大镜去看看老年人睡了一觉醒来后，身体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很多长辈觉得，我昨晚又没出汗，也没上厕所，身体怎么会缺水呢？大错特错。医学研究表明，人在睡眠状态下，虽然没有任何剧烈活动，但通过呼吸系统排出的水汽，皮肤表面的隐性蒸发，一晚上大约会流失400到500毫升的水分。这意味着，当你早晨睁开眼睛时，你的身体其实是一片干涸的盐碱地，正处于极度缺水的隐性脱水状态。而对于本身血管弹性就变差，甚至带有斑块的老年人来说，这时候的血液不再是顺畅流动的液体，而更像是一锅浓稠的粥。一旦有些许堵塞，
心梗和脑梗就会瞬间爆发。这还没完，早上醒来，身体从休眠状态转入苏醒状态，交感神经开始兴奋，释放出大量的激素，这会导致全身的血管瞬间收缩。简单来说，本来血液就已经稠得像粥一样推不动了，现在的血管还要突然紧缩变窄，心脏为了把这锅稠粥泵到全身，就必须拼命的加班加点施加压力。这就是为什么早晨6点到10点是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猝死率最高的时间段，被称为魔鬼4小时。明白了这2点，你就会知道，早起喝下这杯水根本不是为了解渴，而是在救命。很多长辈听到这里可能会松一口气，太好了，我每天早上都喝一大杯水，看来我做对了，先别急着高兴。知道要喝水只是迈出了第一步，怎么喝才是决定生死的关键。在我的观察中，无数长辈就是因为喝水的方法大错特错，硬生生把一杯救命的水喝成了摧毁健康的毒药。在这95%的人都会踩中的雷区里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咱们老年人最引以为傲的养生习惯——趁热喝。你以为你喝下去的是一杯暖胃的舒心水，但如果在显微镜下看，你的食道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灾难。为什么说滚烫水连李嘉诚这种富豪都唯恐避之不及？他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诱发癌症的？我们下一章马上揭晓这个反常识的致命陷阱。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香港，这个全球预期寿命最长的城市。如果你去过香港的老字号茶楼，你会发现普通市民在饮早茶时，习惯沸水冲泡后立刻倒出，趁着烫嘴一饮而尽，觉得这样才够气。但如果你有机会观察香港顶尖富豪圈的社交或会议，你会发现一个极其反常识的细节。在李嘉诚等商界巨头的会议桌上，助理端上来的茶水或白开水永远是温热而不烫嘴的，甚至当一杯刚泡好的热茶端上来时，他们极少立刻端起来喝，他们会先谈笑风生，或者静静地听别人汇报，任由那杯茶在桌上散去滚烫的热气，直到温度降下来，变得温和，甚至有些温吞时，才会端起来抿上一口。这看似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饮茶细节，背后却隐藏着极其深邃的避险哲学。在商业投资中，顶级富豪从不赚最后一个铜板，也绝不在市场最狂热、最烫手的时候盲目杀入。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泡沫散去，等待价格回落到最安全的区间。不赚最烫手的钱，不喝最烫嘴的水，这种耐心和克制就是他们抵御风险的核心武器。普通人常常缺乏这种耐心，大家急于感受到水流过喉咙的那股热烈感，急于追求所谓暖胃的及时反馈，却完全忽视了这种急功近利正在摧毁人体最脆弱的第一道防线。为什么富豪们宁愿等，也绝对不碰65摄氏度以上的烫水？因为现代医学早就给这种行为下达了死刑判决。早在2016年，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正式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列入了2A 类致癌物名单。这意味着每天早晨那杯烫嘴的开水，在致癌风险上和高温油炸食品，甚至某些化学毒物处于同一梯队。很多长辈听到这里会不服气，胡说八道。我喝了几十年烫水，除了觉得胃里暖乎乎的，根本没觉得哪里痛啊。这正是因为人类的食道黏膜上几乎没有痛觉神经。医学研究表明，食道黏膜能承受的最高温度绝对不能超过60摄氏度。超过这个温度，黏膜就会被烫伤。当你把65摄氏度甚至70摄氏度的滚烫开水咽下去时，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，脆弱的食道黏膜被瞬间烫熟了，表皮细胞大面积死亡脱落。因为没有痛觉，
你不仅感觉不到疼，反而因为热水刺激了周围的血管扩张，产生了一种暖烘烘的错觉，误以为这是在养胃。如果你只是偶尔烫伤一次，身体强大的治愈能力会赶紧把黏膜修补好。但如果你每天早晨都来一杯烫水，食道黏膜就会陷入一个极其悲惨的死循环，烫伤脱落，紧急增生修复，再烫伤，再脱落，再紧急增生，最终演变成令人闻之色变的食管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是全球食管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，这与我们深信不疑的趁热喝文化有着脱不开的干系。既然不能喝烫水，那早起这杯水究竟什么温度才最安全、最养生？答案是35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的温白开，也就是与我们人体体温高度同频的体温水。这个温度的水进入肠胃，身体不需要动用额外的能量去给它加热或降温，它是最温和、最没有攻击性的血液稀释剂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长辈们在家里总不能每天早起拿着温度计去量吧？教大家一个极简的测试方法，被称为婴儿手腕法则。在喝水前，把水杯贴在你的手腕内侧，或者滴一小滴在手背上。如果你感觉不凉也不热，温温润润的，甚至感觉不到明显温差，这就是最完美的40摄氏度左右的救命水。如果你觉得烫，哪怕只是有一点点烫手，也请你像那些顶级富豪一样，展现出你的耐心，把它放一放，等一等。只要避开了滚烫水，只喝温水，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？错，有一大批稍微懂点养生知识的长辈，虽然避开了温度的陷阱，却一头扎进了更危险的成分陷阱。他们觉得白开水没味道，没营养，非要在早晨这杯水里加一勺盐，美其名曰杀菌通便，或者加一大勺蜂蜜，认为能排毒养颜。殊不知，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，早晨空腹喝下这2样东西，无异于给脆弱的心脏和胰腺直接注射了一针兴奋剂。这第2大雷区加料水，到底是怎么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摧毁心血管的？我们下一章接着拆解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致命死局。在香港富豪圈，真正能跨越几十年经济周期、稳如泰山的大佬，他们身上最显著的特质是什么？是极简与克制。这种极简不仅体现在他们从不做自己看不懂的复杂生意，更深刻地体现在他们的日常饮食中。如果你去打听那些拥有顶级私人医疗团队的富豪早晨喝什么，答案出奇的一致，就是干干净净的，什么都不加的温白开。为什么不加点名贵药材，不加点所谓的通便偏方？因为顶级富豪的私人医生们非常清楚一个医学铁律：人体的肝脏和肾脏本身就是全宇宙最精密、最完美的排毒系统。他们经过了1晚上的超负荷运转，早晨最需要的是纯净的水来做清洁工，而不是复杂的成分来增加额外的工作量。在白开水里加盐、加蜂蜜，就像是在原本运转良好的商业模式里乱加杠杆。你以为自己是在走捷径，实际上是打破了身体最基础的平衡，把风险放大了无数倍。为了让你彻底死心，把家里的盐罐子和蜂蜜罐子从早晨的餐桌上拿走，我们必须硬核拆解一下，这2杯加料水到底在你的身体里做了什么恶。很多长辈迷信淡盐水能通便，且不说那一丁点盐根本达不到刺激肠道蠕动的浓度，就算能，它带来的副作用也是老年人绝对无法承受的。早晨6点到10点是人体交感神经刚刚苏醒，血管骤然收缩的阶段，医学上称为血压晨风。对于绝大多数中老年人来说，早晨本就是一天中血压最高、心脑血管最脆弱的魔鬼时刻。这个时候，如果空腹喝下一杯淡盐水，会发生什么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，
当大量的钠离子瞬间进入本就处于高压状态的血液中，钠离子有一种特性，它会吸水，它会把血管周围组织里的水分全部强行拉进血管里，导致血管内的血容量瞬间剧增。这就好比一根本来就已经崩到了极限、即将爆裂的老化橡胶水管，你非但没有给它减压，反而突然接上了一个高压水泵，往里面猛灌了一波水，结果是什么？血管壁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压力。如果是脑部血管破裂，那就是脑出血中风；如果是心脏的冠状动脉不堪重负，那就是急性心梗。为了所谓虚无缥缈的通便效果，拿自己的心脑血管去赌命，这笔账不管怎么算都太亏了。除了盐水，蜂蜜水是另一个重灾区。很多阿姨特别喜欢早起空腹喝蜂蜜水排毒，但你必须认清一个冰冷的化学事实：蜂蜜中超过70%到80%的成分是果糖和葡萄糖，剩下的基本是水分。它本质上就是一杯高浓度的糖水。经过一整晚的消耗，早晨空腹状态下，人体的血糖是一天中最低的。你的胰腺刚刚苏醒，还在慢悠悠地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。此时，一杯高浓度的蜂蜜水突然倒进胃里，游离态的葡萄糖甚至不需要肠胃怎么消化，就会瞬间击穿胃壁，直接进入血液。你的血糖曲线会像坐过山车一样瞬间飙升。这不仅会把原本处于低工作状态的胰腺吓一大跳，逼着它疯狂加班分泌大量胰岛素来压制血糖。更可怕的是果糖的代谢机制。果糖和葡萄糖不同，它不需要胰岛素参与，而是直接全部丢给肝脏去处理。早晨空腹喝蜂蜜，相当于把一大堆脂肪的原材料直接砸向刚刚苏醒的肝脏，肝脏处理不完，就会把它们转化为脂肪囤积在肝脏内部。很多人明明不怎么吃大鱼大肉，却查出了严重的非酒精性脂肪肝。早晨这杯充满善意的蜂蜜水，往往就是罪魁祸首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说：“万物之始，大道至简。”真正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养生法，往往是最朴素的。你不需要去买什么天价的野生蜂蜜，也不需要去迷信海盐还是盐盐，你只需要去厨房烧一壶干干净净的自来水或纯净水，等它凉到与体温相近的35摄氏度到40摄氏度，然后安安静静地喝下去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不给心脑血管增加一丝负担，不给胰腺带来一点惊吓，这就已经是对身体最高级的滋养。听到这里，很多长辈终于把心放回了肚子里。好，我不喝烫的，也不加盐和蜂蜜了。我明天一早睁开眼，就在床头柜上放一杯温吞吞的白开水，一口气干了，这总行了吧？停！如果你明天真的这么做，你不仅没有养生，反而会吞下成千上万的致命细菌。在我的观察中，这是95%的人最容易忽略的第3大雷区，我称之为盲目水，那就是顺序的颠倒。早起到底应该是先刷牙还是先喝水？如果你选错了，你这杯温白开无异于一杯泡了一整夜的细菌培养液。这个极其容易中招的陷阱究竟有多可怕？我们下一章接着拆解。在李嘉诚的经营哲学里，做任何生意前，必须先花90%的时间去思考失败的可能。这种对顺序的极度强迫症，其实就是最顶级的风险管理。回到我们晨起的这杯水上，道理是完全相通的。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，这杯水就是你要注入的宝贵资金。但在你把水注入身体之前，你的口腔里其实埋满了地雷。如果你不先进行尽职调查去排雷，也就是刷牙，而是直接把水倒进去，这就叫盲目投资。顺序一错，再好的水
也会变成一场健康灾难。为什么起床后直接喝水会如此危险？这就需要我们用显微镜的视角去重新认识一下我们自己的口腔。在白天，我们不断的说话、进食、喝水，口腔会分泌大量的唾液。唾液不仅仅是用来润滑食物的，它里面含有溶菌酶，是我们口腔天然的消毒水。白天的不断吞咽，就像是河流在不断冲刷，细菌很难在口腔里大规模安营扎寨。但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了。当你闭上嘴巴进入梦乡，唾液腺也会跟着下班，唾液分泌量会呈断崖式下降。此时你的口腔变成了一个温度恒定在37摄氏度左右，湿度极高，缺乏氧气，且没有任何流动水冲刷的完美温室。白天残留在你牙齿缝隙里的食物残渣，在这个温室里开始疯狂发酵。口腔中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厌氧菌、致曲菌，甚至包括可怕的幽门螺旋杆菌，开始以几何倍数疯狂繁殖。它们会在你的牙齿表面形成一层黏糊糊的生物膜，医学上称之为牙菌斑。经过一整晚8个小时的闭门发酵，你早晨醒来时的口腔，其细菌的密集程度甚至比没有清洗过的抹布还要高出数倍。很多人早起会觉得嘴巴里发苦、发干，甚至有口臭，这正是细菌一夜狂欢后留下的代谢废料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刷牙，直接端起一杯水喝下去，会发生什么？这杯水就像是一场洪水，直接把你口腔内壁、舌苔上以及牙齿表面附着的数以千万计的致病菌和代谢毒素，一股脑的冲刷下来，顺着食道直接带进了胃里。有些长辈可能会反驳，怕什么？胃里有胃酸，胃酸的酸性那么强，早就把这些细菌全杀死了。如果是20-30岁的年轻人，胃酸分泌旺盛，胃黏膜屏障完整，确实能消灭大部分入侵的细菌。但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，情况完全不同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老年人的胃壁细胞开始萎缩，胃酸分泌量大幅度减少，胃酸的杀菌能力早已大不如前。不仅如此，老年人的肠道菌群本就处于一个脆弱的平衡状态。当你每天早晨都把这批隔夜细菌大军送进胃肠道时，胃酸根本无力全部剿灭它们。这些漏网之鱼进入肠道后，会破坏肠道原本的微生态平衡，长此以往，极易引发老年人不明原因的腹泻、消化不良、慢性胃炎，甚至大幅增加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几率。为了一时的省事，每天早晨都在给自己喂一杯细菌培养液，这绝不是养生，这是在缓慢地透支肠胃的寿命。打破这个死局的方法极其简单，只需要你稍微调整一下早晨起床后的动作顺序。请务必牢记这个对老年人至关重要的晨起黄金标准作业程序。第一步，起床后立刻走向洗手间。第二步，彻底刷牙。不要只是随便漱口，清水是冲不掉附着在牙齿上的牙菌斑的，必须使用牙膏和牙刷，通过物理摩擦把牙齿表面和舌苔上的细菌连根拔起并吐掉。第三步才是端起那杯35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温白开，安心地喝下去。只有当你把口腔里的地雷彻底排清之后，这杯温白开才能真正发挥它稀释血液、润滑肠道的神奇功效。先刷牙后喝水，这看似微不足道的半分钟时间差，隔开的却是健康与疾病的深渊。只要做对了这3步，你就已经掌握了晨起喝水的核心密码。但是哪怕你杯子里的水再完美，如果你在最后一步喝水的姿势上犯了错，这杯水依然会成为击垮你心脏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在下一章，我们将迎来这套健康观察的最终回。
我将为你揭示一种被称为瀑布式饮水的致命习惯，并为你总结一份最极简、最落地，能伴随你长命百岁的终极喝水实操手册。如果你已经听到了这里，并且决定从明天起换掉滚烫的热水，扔掉盐和蜂蜜，并且坚持先刷牙再喝水，那么作为健康观察员，我必须为你鼓掌。你已经把盛起这杯水的隐患排除了99%，但这最后的1%往往是最致命的。在我的观察中，有太多急性子、做事雷厉风行的长辈，因为最后这一步喝水的姿势做错，硬生生把一杯稀释血液的救命水喝成了引爆心衰的导火索。这最后一大雷区，我称之为瀑布式饮水。我们再回到商业的语境里来看一看，对于一个庞大的企业帝国来说，什么最重要？不是账面上的资产有多庞大，而是现金流的稳健。如果一家公司原本处于平稳运转的状态，突然有一天毫无征兆地被强行注入了一笔极其庞大的热钱，对于没有准备好的企业来说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好事。这会瞬间冲垮它原有的组织架构，导致管理混乱，成本失控，最终甚至会把企业拖垮。顶级富豪们在调配资金时，永远讲究的是涓涓细流，分批注入，绝不允许大起大落的瀑布式冲击。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和企业的现金流简直一模一样。你的心脏就是那个掌控全局的 CEO， 你的血管就是资金运转的通道。很多长辈早晨起床，觉得口干舌燥，为了迅速解渴，或者为了赶紧完成喝水排毒的任务，端起一个500毫升的大水杯，扬起脖子，咕咚咕咚几大口，像瀑布一样把一整杯水瞬间灌进肚子里。这种充满豪情的牛饮画面，在公园晨练的大爷大妈中随处可见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种急躁的喝水方式正在对他们的心脏发动一场突袭。顶级富豪们喝水从来都是慢条斯理地抿上一口，让水流缓缓滑过喉咙，因为他们懂得健康和财富一样，都需要不疾不徐的长期主义。任何瞬间的剧烈波动都是系统崩溃的开始。为什么牛饮对老年人如此致命？我们必须来看看心脏在这一瞬间到底承受了什么。当我们一口气猛灌下300-400毫升甚至更多的水时，这些水进入胃部后，因为没有任何固体食物的阻挡，会以极快的速度通过胃壁和肠道黏膜被吸收入血。这会导致一个极其可怕的生理现象，血容量在短短几分钟内瞬间剧增。这就好比一条原本流量平稳的河流，上游突然决堤，洪水瞬间倾泻而下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心脏的泵血功能强大，血管弹性好，稍微加快一点心率，就能把这波洪水平稳地输送到全身。但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，很多长辈本身就伴有高血压、冠心病或者心室壁肥厚、心脏舒张功能减退，他们的心脏就像是一台已经运转了几十年的老旧水泵，血管就像是缺乏弹性的硬化水管。面对瞬间涌入的大量血液，这台老旧的水泵必须立刻超负荷运转，拼命的加班加点，才能把这些多出来的血液泵出去。这个时候，长辈们会突然感觉到一阵胸闷、气短、心慌，甚至头晕目眩。在临床医学上，这种因为瞬间喝水过多过快引发的心脏负荷剧增，极易诱发急性心力衰竭。除了心脏，这种瀑布式饮水还会给肾脏带来突如其来的暴击。水分大量入血后，血液渗透压迅速降低，大脑会立刻给肾脏下达指令，水太多了，赶紧排出去。于是肾脏被迫紧急启动全功率运转去生成尿液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早晨猛喝一大杯水后，没过20分钟就憋不住要往厕所跑。
水分根本没有在身体里起到滋润细胞、稀释血液的作用，只是在体内搞了一次暴力强拆，然后匆匆流失，排除了所有的地雷。现在让我们把前面的内容凝练成一份最极简、最落地、没有任何操作门槛的晨起喝水白皮书。这套动作值得每一位长辈把它变成肌肉记忆。第一步排雷，起床后先去洗手间，用温水和牙膏彻底刷牙，吐掉口腔里积攒了一整夜的细菌大军。第二步，温度与成分，倒一杯纯净的白开水，不要加盐，不要加蜂蜜，用手腕内侧测试，确保它是不烫手的温吞水，大概在35摄氏度到40摄氏度之间。第三步，水量千万不要贪多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200毫升是最完美的黄金容量，既能有效稀释血液，又绝对不会增加心脏负担。第四步，速度，小口慢咽，把这200毫升的水分成3到5次喝完，让每一口水先滋润干燥的口腔和喉咙，然后缓缓流入肠胃。整个喝水过程尽量控制在1到2分钟左右。不喝烫嘴水，保护的是食道，不加盐和糖，保护的是血压和胰腺。先刷牙再喝水，保护的是肠胃微生态，小口慢咽，保护的是你那颗跳动了几十年的心脏。这4件小事没有任何门槛，不需要花1分钱去买天价保健品，却挡住了95%的老年人每天都在遭受的健康暴击。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衰老是一件不可抗拒的事情，觉得生病是因为运气不好。但回顾那些穿越了半个多世纪风雨，依然能保持硬朗深谷的商业传奇与长寿老人，你会发现他们身上根本没有什么长生不老的秘诀，他们唯一的秘诀就是对常识保持敬畏，对微小的错误保持警惕。每天早晨这杯微不足道的白开水，看似平淡无奇，但只要你坚持用正确的方式去喝，10年、20年下来，这就是复利的力量。它会在不知不觉中为你铸造一道坚不可摧的心血管防线。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长辈来说，到了这个年纪，真正的财富早就不是存折上有多少个零，而是我们能稳稳当当的吃好每一顿饭，安安稳稳的睡好每一个觉。真正的养生不为了追求长生不老，而是为了活得有尊严，是为了在我们老去的时候不用频繁的去医院报到，不给忙碌的儿女增添沉重的负担，更是为了给自己存下一份能从容享受晚年生活的底气。你的每一次自律，每一次对错误习惯的纠正，都是在往自己的健康账户里存钱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期深度拆解解开了你多年的疑惑，或者让你惊出一身冷汗，请你务必订阅嘉诚养生道，并把这个视频转发到你的家族群里，或者发给你最关心的老伙计们。你的一次动手指，可能就能帮他们避开一次致命的心梗风险。这就是最实在的积德行善。也请你顺手点个收藏和赞，把它留在你的手机里，方便你随时拿出来复习这4个步骤。最后，我非常期待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告诉我从明天早上开始，你准备怎么喝这第一杯水。我会在评论区看着大家，和大家一起把这个习惯坚持下去。不要在好景时透支，不要在坏景时绝望。每天清晨的第一杯水，就是你向身体发出的最温柔的问候。祝愿您如长流水般稳健平安。这里是嘉诚养生道，我们下期再来拆解下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盲区。